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阿普老师，非常欢迎再次来到阿普说创业。那么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短视频创作咱们做什么比较好做什么能够快速上手。相信大家对于短视频都不陌生那随着短视频它上面的一个流量呢是越来越大，那么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短视频去变现去赚钱那么很多新手小白呢也想在这里面呢分得一杯羹，但是由于自己不了解这个领域也不知道如何去做流量导致短视频这个项目呢很多人他也只是想一想就作罢了，或者说开始了，但是呢尝试之后并没有一个好的效果也没有一个好的变现渠道方法就因此放弃掉了，很可惜。那么在阿普老师看来想要做好短视频，首先呢一定要确定好自己的方向，确定好自己的运营领域做好这个垂直领域更加容易做到变现。而且呢虽然说现在这个短视频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是刚开始那会儿但是呢它的一个潜能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有的领域呢非常适合新手小白去操作也没什么难度。那么接下来阿普老师呢就来跟大家介绍几种特别适合新手去上手的领域，认真去做的话都能很快的上手赚钱，而且的话呢在这个领域也能够赚到非常不错的收入。那么可能在很多人印象里面提到短视频就会想到真人出镜，对吧？这也是很多人不敢尝试去做这个短视频的原因。因为什么因为没有自信觉得自己可能长得不是很好看，对吧？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顾虑但是的话呢今天阿普老师要给大家讲的领域不需要你们去真人出镜我们也能够去把它做起来我们只需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做好内容输出这块就可以了。首先第一类那就是励志文案类的。我们平时呢在这个抖音上面，对吧，看到的这类视频一般都是以像什么街景对吧，像一些风景作为一个背景，也可以以一些山川河流城市的一些背景，比方说拥挤的车道下雨的夜晚，昏黄的灯光，再配一些这样一些风景的这个跟它相呼应的一些文案那么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呢主要突出景点和意境，后期配上一些比较好听的轻音乐来进行一个这个渲染还是非常有感觉的。而且呢也不一定是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其实每一种风景都有它的独特的一个特点，那么也有它自己的一个意境。我们只要配好一段应景的这个音乐包括这个文字就可以了。当然形式呢并不是固定的，那么只要大家能够让自己的内容被人家喜欢被粉丝喜欢就可以了。你可以做这个风景类型的这样一个背景，也可以用一些励志人物作为背景这个都没有固定死的那么再来讲一下第二类，那就是试题类的。顾名思义，这种类型的视频呢就是刷题的一个视频。它的拍摄形式呢就是用手机或者相机的一个俯视角度去拍摄，用一些简单的书本和白纸作为一个道具，然后呈现出各种试题或者一些单词的拼写。那么这类视频呢也是不需要咱们出镜也可以加一些纯音乐来增加这样一个氛围感。再来讲一下第三种，就是图书种草类的。这一类视频的拍摄非常简单，整个视频就是找出一段比较优质的文字，然后用这个笔边去画边标记这段文字。那么需要用到的道具呢无非就是一个简单的桌面，类似于办公桌这种非常简约的，然后呢拍摄的时候用手跟书籍作为出镜的方式，在书籍上面用手和画笔去做一个标记就是标记出一段话，再配上音乐那么配音呢就是朗读咱们这段话了。那么再来讲一下第四种，就是软件技能类。相信大家对于这类视频比较熟悉了，比方说经常刷到的一些讲如何使用 PS 这个视频呢他们往往呢用一个小问题来引入，再用软件上面的一个这些东西来解答。那这个直接通过录屏的方式
就可以了。做这类视频之后的一个变现呢也比较容易，比方说我们可以去卖一些软件或者软件的教程呀，当然不只是像这个 PS 啊，像一些办公软件啊，Excel、Word 啊、PPT 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啊。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们在视频里面要加上自己的一个讲解，而且呢，由于这个软件教学类的视频要演示实操，所以说时间呢难免会长一点，这个没有关系啊。为了能够激发其他人的这样一个好奇心啊，我们就可以呢以一个问题或者一个槽点来引入这个视频的开端，这样呢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形式啊。再来讲一下第5类，就是生活科普类。这类视频主要偏向于生活的一些小技能，或者生活上的一些这个常识、理论知识之类的啊。比方说如何快速清洁杯子里面的污垢，如何把这个废弃物变成这个生活小助手等等等等。也有一些做实验类的视频啊，比方说有人呢说这个食盐和牙膏在一起可以美白牙齿，那我们就可以呢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啊。那么这样一类视频的话呢，一般是2个人合作拍摄，一个是做实验，还有一个呢是副手。那如果说你有很多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啊，或者这个比较勤快啊，咱们也可以去搜一搜嘛，对吧？也可以简单的做一些生活技能的分享和教学。如果你更加偏向于实验，也可以去验证一些我们生活常识里面的正确以及错误的观点，做出你自己的特色。那么上面呢，阿布老师给大家讲到的5种类型啊，都是比较适合新手啊去操作的啊。那即使是真正实操起来啊，这个也没有想象当中困难，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而且呢，我们做视频最主要的关键还是内容，有这么多的领域可以选择啊，咱们没有必要呢生搬硬套抄袭别人的，搞一个自己的原创啊，这个平台还会给你呢这个流量扶持和曝光的推荐哦。那么只要我们选择好的领域，做好视频内容输出，就等于把最基本的东西呢给它落实了，剩下来的就是把内容不断的去输出到平台上面，后期通过粉丝进行各种形式的变现就可以了啊。那么今天这期节目阿普老师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对你们有所启发和帮助。更多赚钱的干货和思维，大家可以来阿普老师朋友圈查看，关注我，潜移默化当中形成你自己的赚钱思维，我会365天陪伴着